刚刚步入高中的特丽莎被发现在家中无故失踪，警方在介入后认定这只是一起普通的离家出走事件，随后便草草结束了调查。不过他的家人并不认可警方的结论，因为很多事情都能证明他可能遇到了危险。为了找到失踪的真相，他们自费聘请了一名私家侦探继续进行了调查。通过了解事发经过，侦探发现了一个不被人注意到的细节，也就是这个细节让他们抓获了真正的凶手。直到真相大白的那天，人们才发现原来这一切都是可以避免的。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接下来让我们走进这起案件。大家好，我是大熊。今天分享的案例发生在美国犹他州海勒姆，它位于犹他州北部，距离首府盐湖城约115公里，人口只有不到8000人，是卡什县下属的一座城市。主人公特丽莎出生于1984年12月12日，案发时15岁。特丽莎成长在一个关系紧密的家庭中，她是5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。和大多数青少年不同，特丽莎的青春期是一段痛苦的经历。她性格内向，不善言辞，在生活中几乎没有朋友。刚刚步入高中的她，由于性格原因，经常会遭到排挤，同学们会嘲笑她的身材，甚至还会欺负她。这让特丽莎有了一种讨厌上学的感觉，她开始封闭自己，拒绝结交新的朋友。由于缺乏安全感和倾诉对象，特丽莎把所有时间都放在了互联网上。有时她会在电脑旁一坐就是一晚，没有人知道她在忙些什么。2000年6月24日早上6点左右，特丽莎的妈妈乔安起床后发现女儿没有在家。她的房间很整洁，床铺看起来似乎没有睡过的样子。起初乔安并没有在意，因为特丽莎平时就睡得很晚，而且还有在凌晨出门散步的习惯。可是在过了1个多小时后，特丽莎始终没有出现。这时的乔安开始有些着急了，他急忙出门搜寻着女儿的下落，但是在找了几遍后并没有发现特丽莎的身影，于是乔安果断拨打了报警电话。早上8点左右，警方来到了乔安的家，他们仔细询问了整个事发的经过。根据乔安的描述，最后一次见到特丽莎是在前一天的晚上，当晚她正在客厅玩电脑，早上起床后她就不见了。听完乔安的描述后，警方认为特丽莎很可能就在附近，于是他们进行了第2次搜索工作。警方首先来到了特丽莎经常散步的地方，通过走访附近的住户，警方得知特丽莎没有在这里出现过。随后他们又扩大了搜索范围，但是在进行了几个小时的搜寻后，警方依然没能找到特丽莎。后续警方又对乔安的家进行了检查，他们家门窗完好，没有强行闯入的迹象，而且特丽莎的卧室也比较整洁，没有发现打斗的痕迹。于是警方很快排除了她遭遇绑架的可能。根据调查结果，警方认定特丽莎肯定是自己走出了家门，她可能出去散心了，也可能去了别人家。总之他们相信她很快就会回来。警方的话让特丽莎的父母稍微减轻了焦虑，不过这次他们判断错了，截止到晚上，特丽莎依然没有出现。这绝对不是一件正常的事情，因为特丽莎在离开时没有携带任何随身物品，她的手表和钱包都在家里，没有被拿走。这些东西可以很好的证明特丽莎并没有长时间不回家的打算。随后她的父母再次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尽管特丽莎的父母一再向警方说明了这一系列反常的现象，但是当时的警方坚持认为这只是一起简单的离家出走事件，并不涉及其他复杂的东西。他们经常会遇到类似的事情，所以建议他的父母在家耐心等待。不过特丽莎的父母并不接受警方的建议，他们迫切需要找到女儿的下落。出于这个要求，警方只好再次介入调查。接下来他们找到了特丽莎的同学进行了问询。根据同学们的描述，特丽莎在学校和社交生活中遇到了一些麻烦，她经常在私底下发表一些要离开这里去别的地方发展的言论。这些说法也得到了特丽莎的好友斯蒂芬妮的证实。斯蒂芬妮是特丽莎的初中同学，她也是特丽莎唯一可以交心的朋友。通过斯蒂芬妮和她同学的描述，警方更加确信了特丽莎是自己离家出走的想法，于是警方把调查结果告诉了她的父母。对于警方的结论，特丽莎的家人并不认可。首先，她在离开时没有携带任何个人物品，其次，当时她的父亲奥里布已经身患癌症，他们相信特丽莎绝对不会在父亲病重的时候离开。实际上他们一家已经约定好了会在这周举办家庭会议，
讨论他的父亲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治疗的问题。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决定，特丽莎没有任何理由会在这个时候不辞而别。即便特丽莎的父母表达了一系列想法，但是警方基于目前的调查结果，他们为了不必要的资源浪费，还是结束了调查。随后特丽莎被登记在了失踪人员名单上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特丽莎的家人仍然不愿意放弃，他们自费聘请了一名私家侦探继续调查。当这名侦探详细了解完全部的事发经过后，他得出了与特丽莎父母一致的结论，这绝对不是一起简单的离家出走事件。随后他通过梳理时间线的方法获得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关键所在，那就是他的电脑。根据特丽莎家人的回忆，她在失踪当晚吃过晚饭后一直在客厅里玩电脑。她的姐姐在凌晨2点左右睡觉的时候，特丽莎还坐在电脑前噼里啪啦的打字。当时他们认为特丽莎可能是在写文章，因为她没有什么朋友，所以唯一的爱好就是在电脑上写一些东西。不过侦探在对她的电脑检查后，并没有发现里面有当晚创建过的文件信息，这就说明当时的特丽莎并不是在写文章。如果没有写文章，那么她一定在做一些别的事情。于是侦探找到了一名电脑专家，对特丽莎的电脑进行了检查。通过分析电脑的运行记录，他们得知特丽莎在失踪前曾经与网友聊过天，不过这些聊天内容在事后被人为删除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可疑的行为。考虑到当时的特丽莎心智并不成熟，她可能不会做出这种事情，一定是有人教唆她做出了这个删除动作。侦探认为揭露特丽莎失踪的关键很可能就在聊天记录上。通过电脑专家的努力，他们最终得到了完整的聊天记录。这些聊天内容引起了他们的注意。特丽莎在聊天时与一名网名叫冰人的男网友聊得非常暧昧，冰人在聊天中甚至提出了想要见面的想法。这个发现让侦探掌握了第一条线索。由于他没有相关的调查权限，所以马上把这个发现告诉了警方。警方在介入后，通过追踪网络地址的方法查到了冰人的真实身份，最终他被证实是波特兰一家运输公司的长途卡车司机。根据调查结果来看，这家运输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集中在美国西部地区，这片区域刚好覆盖特丽莎家所在的位置。而更加引起警方注意的是，他曾经有过针对女性的犯罪记录，是一个有前科的人员。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。这时的警方也第一次意识到，或许特丽莎父母的说法是真的。根据这些线索，警方推测，很可能是冰人通过网络与特丽莎建立了联系，然后他通过自己跑长途的时机与特丽莎在现实生活中见了面，见面后他绑架了特丽莎。得出结论后，警方首要任务是要找到冰人的下落，因为此时的特丽莎已经失踪几周了，时间越长，他遇到危险的可能性就越大。于是警方马上与冰人所在的运输公司取得了联系，通过老板的帮助，警方顺利找到了他。当时他对警方的到来感到有些莫名其妙，在得知整个事情的事发经过后，他主动向警方坦白了。他承认自己在网络上与特丽莎建立了联系，他也确实伪造了年龄，欺骗了特丽莎。不过他们仅仅只是网友关系，没有任何深入的交往。他否认自己与特丽莎失踪有任何牵连。警方对他的话肯定是不信的。随后他被问到了事发当天的所有活动轨迹。冰人表示，当天他一直在工作，他与同事一起去了美国南部送了一趟货。随后警方对他的不在场证明进行了核实，通过运输公司的行车表和送货的签收单，警方确定他在案发时没有在犹他州附近出现过。这个结果让当时所有的办案人员感到非常失望。不过这次挫折也让他们下定决心，势必要找出真相。之后警方向媒体发出了求助，他们试图通过群众的力量找到线索。身患绝症的父亲最后遗愿就是要找到他的女儿。这个消息一经报道，马上引起了人们的注意。很快特丽莎失踪的消息就登上了全国各大新闻的头条。随着关注的人数越来越多，警方也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。其中有一条线索来自加州，一名便利店的收银员兴奋地向警方说道，他在上班时曾经看到过一名长相与特丽莎非常相似的女孩，他通过照片对比过，确定这个女孩就是特丽莎。警方对这条线索也感到非常兴奋，因为如果这名收银员的说法是真的，那么至少确定此时的特丽莎还活着。于是他们对这条信息进行了核实。通过查询便利店的监控录像，警方确实在上面发现了一名与特丽莎非常相似的女孩。他们马上把这个消息告诉了她的父母。当警察按下录影机播放案件的那一刻，他们的希望被点燃了。
出现在监控画面上的女孩，无论是身材还是走路姿势，都与特丽莎非常相似，而且就连她结账时购买的零食也都是特丽莎平时最爱吃的。虽然录像经过了特丽莎家人的肯定，但是警方在没有确定女孩的身份之前，他们不能随便下结论。于是警方开始尝试各种手段获得女孩的身份。通过便利店的收银系统，警方获得了女孩付款时使用的信用卡信息。通过查询信用卡资料后，他们得到了一个非常遗憾的结果。虽然监控上出现的女孩与特丽莎非常相似，但是她的真实身份实际上是当地一所大学的学生。警方不得不把这个遗憾的消息转告给特丽莎的父母，这是一个非常艰难的决定，因为此时的特丽莎已经失踪几个月了，她的老父亲由于病情愈发严重，已经住进了医院，谁也无法确定他在去世前能不能顺利见到失踪的女儿。得到这个消息后，特丽莎的父母仍然拒绝放弃，他们再次找到了当时帮助调查的那名侦探。这名侦探还是非常负责任的，为了帮助完成特丽莎父亲的遗愿，他加班加点地寻找着各种可能被忽略的线索。由于目前有价值的信息实在太少，于是他又把调查方向放在了特丽莎的房间。经过检查特丽莎每一样个人物品，他终于获得了一个不起眼的线索。在特丽莎的同学备忘录里有这样一段话：祝你夏天愉快，但要远离山姆。这段话是特丽莎的好友斯蒂芬妮写的，这个看似像是暗号的话，似乎隐藏着一些不为人知的秘密。出于这个原因，侦探决定找斯蒂芬妮聊聊。斯蒂芬妮对这个问题表现得非常抗拒，侦探立刻意识到，在这个女孩身上一定有一些不为人知的事情。通过耐心沟通和心理疏导，斯蒂芬妮终于说出了一个藏在她心里数月的秘密。根据斯蒂芬妮的描述，山姆是他和特丽莎在一次放学途中偶遇到的人。当时他开着一辆绿色的皮卡车，在转了一圈后停在了他们的身旁。通过简单的聊天，山姆表示他迷路了，出于好心，他给山姆指向了正确的方向。为了表示感谢，临走时山姆给他们留下了电话号码，他声称如果以后遇到困难，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。在那之后，斯蒂芬妮几乎把这次偶遇的经历忘记了，直到有一次他错过了回家的公交车，这才让他想起了友善的山姆。当时他想都没想，直接给山姆打了电话，问有没有时间送他回家。没想到山姆非常爽快地答应了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们有说有笑，一切都很正常。可是当走到一条岔路口时，山姆一把方向转向了另一条路。这时的斯蒂芬妮才感觉事情有些不对劲，她惊恐地质问山姆要去哪里。山姆微笑地说道，他先要去一趟工作单位，然后再把他送回家。涉世未深的斯蒂芬妮听完后也就答应了。可是他怎么也不会想到，接下来发生的事将会让他悔恨终生。当车子开到一处人烟稀少的树林时，山姆停下车，露出了真实面目。出于自己安全的考虑，斯蒂芬妮没有反抗。完事后，山姆把他送回了家。一路上，山姆有说有笑，看起来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的样子。当时斯蒂芬妮实在是太害怕了，加上他住的社区是一个非常保守的地方，他非常担心自己的遭遇在传出后会遭到别人的议论。出于这个原因，他决定把这件事情烂在心里，永远也不告诉任何人。事后他花了很长时间打算忘掉这段不愉快的经历，直到有一天特丽莎向他说起最近山姆一直在跟踪他时，他决定不能让特丽莎重走自己的遭遇。为了提醒朋友，同时又不暴露自己的秘密，于是他在同学录上写下了这段话。斯蒂芬妮这番言论引起了侦探的注意，这名叫山姆的男子很可能就是绑走特丽莎的人。随后他邀请斯蒂芬妮重走一遍当时的线路，出于帮助朋友的目的，斯蒂芬妮同意一起前往那个让他伤心的地方。经过一路长途跋涉，他们来到了一个郊狼保护区。斯蒂芬妮声称，当时他就在山上遭到了山姆的伤害。由于无法直接进入该地区，侦探只能带着他到停车场碰碰运气。没想到他们有了意外发现，在停车场里，斯蒂芬妮一眼就认出了山姆的绿色皮卡车。为了不打草惊蛇，在记录了山姆的车牌信息后，他们便离开了。随后侦探与警方取得了联系，通过查询车牌信息，警方确定了山姆的真实身份，他就是当时28岁的科迪·尼尔森。这个名字对警方来说并不陌生，科迪也是一名有前科的犯罪人员，认识他的人都知道他的脾气很差，而且还有严重的暴力倾向。毫无疑问，科迪就成了头号嫌疑人。但是此时的警方仍然需要找到证据来证明他与这起失踪案有关。考虑到科迪曾经在工作单位附近完成过犯罪，
再次在那里作案的可能性很大，于是警方来到了保护区进行了走访。通过相关人员的证实，他们确定柯迪就在这里工作。在交谈中，警方得知柯迪在前段时间曾经有过一些奇怪的行为。他在没有接到工作安排的情况下，在保护区内一处空地上挖了3个大坑，当时他声称在里面埋了一些死去的动物。得到这条线索后，警方马上意识到特丽莎很可能就被埋在了那里。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，警方来到了柯迪当时挖坑的地方，随后他们进行了挖掘工作。经过几个小时的挖掘后，警方在其中一个坑里发现了人类的遗骸。事后这些遗骸被送去进行了鉴定，通过牙科记录证实，这堆遗骸正是失踪的特丽莎。现在警方已经掌握了人证物证，于是柯迪很快就被逮捕了。在被逮捕后，他一直拒不承认自己的犯罪行为，不过这时的警方已经不需要再听他解释了。通过目前掌握的情况，警方梳理了整个案发的过程。按照警方的推测，柯迪通过跟踪掌握了特丽莎有夜间散步的习惯，随即他便产生了一些想法。案发那晚，柯迪开车来到了特丽莎散步的地方，看到特丽莎出现后，他强行把她拉上了车。由于柯迪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，所以他认为很轻松就可以拿下特丽莎。但是没想到，在这过程中，他遭到了特丽莎强烈的反抗。由于担心事情败露，同时也为了顺利实施自己的龌龊行为，柯迪对特丽莎进行了残害。2004年1月13日，特丽莎遇害的近2年后，案件进入了审判流程。最终，柯迪因犯有1级谋杀罪被判处终身监禁。案件在经过报道后，许多曾经被柯迪伤害过的女性勇敢地站了出来。据警方统计，这个数字是惊人的。他们刚开始都和斯蒂芬妮的想法一样，担心自己的名誉受到损害而选择不发声。直到这件事情发生后，他们才意识到，如果自己早些站出来，或许就没有以后这些受害者的遭遇。可惜的是，特丽莎的父亲在柯迪被抓之前就已经去世了，他没有盼到女儿的消息，也没有看到凶手被抓时候的狼狈样子。好了，本期案件分享到这里也就结束了。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，请帮我点赞加关注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我是大熊，下期见。